今天我们又来拜访经典老师，带着我们做经典的料理。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经典主厨。我们来做一个就是叫蜜糖杏仁。哇，听了就很想吃，就感觉很甜蜜，这样很幸福对。对，实际上它跟我们先前的这个有一单元啊，像挂双腰果，实际上就是说它是差不多。那像这个挂双腰果，我们是透过油炸让它整个香酥。那这个蜜糖杏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说，如果刚好不喜欢说油脂这么多的朋友的话，比较省时省工，就是你也不用再油炸，直接用烤了就行。对，所以前面这个杏仁我们要先去烤。所以我们这是烤好的，要先把它烤过。那大概就是说，大概180到190度的一个这个温度，然后烤大约5分钟。因为坚果本身烤了之后，它有油脂，它香气会释放出来。好，那烤完之后，对，那我们接着再来一样，要开始来做这个糖浆。好，那我们呢，首先把这个水也是先加水进来。那这个加糖的糖跟水的原则上跟这个挂双腰果是差不多的，就是水要少，糖要多。这样子呢，待会呢，那糖的一样浓稠度够了之后，它也才能呢开始做先挂双这个，会经过这个过程。那挂双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在做挂双的话，它是要离火去拌，但是我们先不离火，我们呢会继续把这个糖浆跟这个杏仁在锅子里面拌，让它开始呢有一点点呢，就是呈现微微的焦糖化，就是像我们讲的糖蜜嘛，蜜糖糖蜜，就是有一点比较淡的琥珀色这样子，那增加它的一个香气。好，那我们也把糖加进来。所以我们挂霜的话是就像白白的霜，那糖蜜呢，它就可能就是一个焦糖的颜色。对，但是它还没达到焦糖，还没到焦糖。所以它这个比较有趣的这个蜜糖杏仁是我去取名的，因为到焦糖的时候，它的一个焦香味会比较重，颜色会比较重。那大概就是挂霜跟焦糖这一段，我就把它称为蜜糖杏仁。所以它是这中间口味的。是，没错，就是说比挂霜来讲的话，多一点点这种糖的一个香气出来，但是又没有到焦糖来讲，它整个味道这么重这样子。对。好，我们今天的那个杏仁也蛮多的，所以我们糖都给它下来。好，那一样前面的话，我们就是稍微先去整个这样子快速的均匀的搅拌。赶快让这个糖啊跟水呢能够整个结合融化。那糖呢一融化之后，这个跟我们做挂霜比较不同的是，挂霜必须等到呢这个糖浆，它浓稠度够，然后整个呢它那个温度也够的时候，再把坚果放下来拌。但是我们做那个蜜糖杏仁，它稍微比较简单，大概只要呢这个糖浆本身糖融完之后。然后我们这个坚果就可以下来开始拌，那拌的过程当中，它会开始慢慢的做一个焦糖化。那再来比较的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去掌握这个焦糖化的它的一个程度，不要让它过重。对，就是说看到稍微呢比较像蜂蜜的这种颜色，淡琥珀色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离火，但是搅拌的动作一样不能停。好，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这个糖整个已经均匀融化了。那我们杏仁就要全部进来。好，那这个阶段一样，就是不要离开火不要离开火。那同时搅拌，就是让每一颗杏仁能均匀的呢，这个裹上这个糖浆，然后同时呢，在锅子里面继续受热去煮。所以这个差异是有的。对。但是煮的过程当中，一样这个糖浆它会持续的一个浓稠，因为水的话会一直蒸发掉。那当水蒸发到一个程度之后，这个糖呢，它就会开始做焦化。那因为我们不用说把糖浆煮的那么浓的话，是因为说这样杏仁下来，它会比较均匀的都裹到这个糖。对。重点就是我们先不离火，对，先不要离火对，那你会发现说，其实慢慢的水就没有了，它留下来的应该就会只剩这个糖本身，然后开始呢，这个它慢慢的锅子有没有？它现在开始有一点淡黄色了，那只要
它大概成到就是说像蜜糖、琥珀色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离火。但是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哎，它感觉好像开始在挂霜这样子。对，很像。对，因为它就是你再煮下去就没有水了，所以它就还原成结晶。但是实际上挂霜，我们上次有教大家了，挂霜你就不能这样做。对，挂霜是完全离火，老师有教过。对，而且糖浆是要煮的刚好的哈。对，然后老师都有附带说明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解说，哦，原来这样叫挂霜，这个不是挂霜哦。这个过程不一样，但是长相有点像。它就是会先还原成结晶，但是在煮你会发现说，哎，糖又开始融化，看见颜色喽。对，没错。因为我们挂霜完全离火，对，那这个还要再把它还原成有点焦糖颜色。再煮的话，再来就是说这个糖会再融，然后开始呢微微的焦化这样子。所以我才把它取了叫蜜糖杏仁。哎，开始有融的感觉。是，没错。刚刚是干的。对，那就是说搅拌的动作也是一样，都要持续哦，都要持续。然后开始闻到糖的那种甜香。对，没错，而且开始就是说慢慢的有这种淡淡的焦糖的香气产生。对。那实际上这个在做，我个人认为这个应该会比挂霜简单啦。哦，对，挂霜要先去观察那个糖浆本身，对，糖浆的浓稠度啦，还有它一个温度啦。那这个的话，我们不离火，所以基本上就是从它融了左右，我们就会开始去搅拌这样子。对，那再来我们比较就是关键点就是说去观察这个糖呢，它一个焦香的程度，这样就可以了。对，有没有开始慢慢的这个糖色越来越重？有变重，它就是开始会呈微微的焦糖化，那其实就已经快完成喽。对。然后又开始融，对，又开始融，然后你会发现说，哎，杏仁开始呢，它就外面的糖会开始呈现这种比较淡琥珀色的。所以我有时候我会跟我们一些朋友开玩笑，如果万一挂霜煮失败，就给它把它变成蜜糖。对。好，实际上这样差不多了哈，因为在锅子里面的温度很高，我们先离火稍微再拌均匀。对，哦，边边已经看到那个已经蜜糖色的，没错，融化的糖。对，那如果说大概在不离火，然后再持续个1-2分钟，实际上就会变成焦糖。对，已经闻到香味，那个甜甜的香味。那焦糖就是说味道会更重这样子。对，那因为我个人觉得说，哎，这个蜜糖来讲，其实真的就蛮棒的。好，原则上这样的程度就可以。那我们先把火关掉。那这个阶段来讲，你还是要持续拌。好，那因为我们是做蜜糖，所以其实这锅子里面的温度你会发现说这个它温度比我们如果说做挂霜呢，它因为比挂霜温度会高很多，所以它在锅子里面的话其实不容易降温。那没关系，赶快就换个锅子。对，那拌的话就是说持续拌，让这个杏仁呢它不会粘在一起，这样就行。不断的去搅拌它，也是一样，让它就是要粒粒分明。对。可是你可以发现说，它这个糖温度很高。我们即使离火这样拌，你会发现说，哎，它还是整个呢都感觉像还是有那个水分这样子，会有粘稠。然后你会听这声音跟刚才又不一样了，它是脆的。对，没错。好，现在在拌就很好拌，你会发现说，哎，开始呢每一颗都分开了，这样。酥脆了，好 ，OK， 基本上这样已经是完成，好，可以完成 ，OK， 好，那我们就准备，好，我们可以盛装起来，听听看这个声音，对，就知道非常的酥脆了哈。你要让它确实呢，它整个就是说，到室温降温之后，你才能做包装，不可以热装，热装的话，它就说会有那个湿气水气。那它就比较容易呢，在受潮这样子。好 ，OK。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金蝶老师，谢谢大家，谢谢。